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时隔半年左右，我再次来到了这栋房子门前。今天呢，也是四川的一个大哥，受他所托，他说这栋房子买下来之后，自己没时间在这边进行改造打理了，他委托我来给他管理一下，然后看有没有缘人把这2栋房子转让出去。价格呢就是1.8万，总共是一栋木房加上一栋砖房，2栋房子，占地面积呢接近是400个平方左右。这栋房子啊，距离县城接近是有18公里，距离镇上有7公里。门前呢就是清水江，整个院子距离清水江的江面接近是有30米左右。平时夏天啊，可以到江里面去钓钓鱼、游泳。当然，冬天也有很多人在江边钓鱼。这底下呢就是花垣县的县城，如果自己有船，从这边从船到县城不到1000米。我们是开车过来，绕了一大圈，可以看到整栋房子门前的景色还是挺不错的。这边呢是有2棵柚子树，沙田柚，每年呢都会结上不少果子，口感呢还挺不错的。整个寨子啊有30-40户人家，绝大部分呢都是2层的小洋楼，房子都建得还挺好的。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栋木房呢，已经是差不多闲置了接近有10年左右的时间。主人家呢也在马路那边新建了房屋，所以这栋房子一直都是空着，没人居住。房子呢也是破破烂烂，现在如果没花个7、8万、10来万维修的话，是没办法住人的。四川的大哥当时也是头脑发热，很冲动，觉得这栋房子的价格1.8万很便宜。当时呢，他就想都不想，人也没过来，委托我是全权把这栋房子给签了合同，买了下来。买了下来之后，他又仔细的想了想，自己没时间过来打理，然后修缮这栋房子，接近要10多万。他一下子就感觉可能投入太多，自己没时间住，有点是得不偿失，所以呢思量再三，他就还是决定，说房子不要了，看有没有缘人，转给别人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再次来看一下大概房子的样子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走进房间里面去看一下。其实这栋房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不通公路啊。如果住在这边的话，车子呢需要停在村口的位置，然后步行走进来，将近15米左右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建造的时间比较久，接近是3到40年左右。整个木墙板呢颜色都特别的深，然后像这样的木墙板，有的可能是完全没办法再次利用了，需要重新给它换新的，或者重新打磨。这边主人家还有一扇帽子都丢弃在这边，也都不要了。这里呢就是拆下来房子的木墙板，应该是整个后面的这个木墙板全部拆掉了。可以看到整栋房子现在像这些都是一些灌木丛的这些根，从瓦片穿过来垂掉在这个堂屋这块位置，所以整栋房子呢很靠近这个背后的这个石壁，将近木头立柱呢距离石壁也就2米左右，所以上面的这些灌木丛啊直接是往这个屋顶上面生长。其实这栋房子如果修缮的话，可以砌砖墙往这边延伸个1.5米左右，那这背后呢就可以扩展不少，然后还可以做一些卫生间出来。当然我和四川的大哥我们也商量过，我说大概房子的一个装修改造的一个造价将近要10多万左右，他就觉得还挺贵的，所以说想了很多吧，还是没有把握吧。然后这边啊，像这个领子啊，全部都已经坍塌了，这是屋顶上漏雨啊，常年这些雨水浸泡这些立柱啊，
还有这个楼枕啊，全部浸泡坏了，所以也都断了，像这个楼板都要坍塌下来了，走到里面也是非常危险的，这也算是一栋危房了。整个木房子只有3间，一个堂屋，两边呢都是卧室，每个卧室呢和堂屋一样的宽度，将近有2到30个平方左右，地面呢都做了一个硬化。我们可以看到以前土家族的房子，它的窗户都留的比较小，整个寨子这边呢都是土家族啊，然后整个楼层高度也挺矮的，你看我伸手几乎是可以摸到2楼的楼层了，将近呢也就2米多高。像这样的房子呢，实际上也是可以给它整体升高，把整个楼层加高的。如果花点钱装修的话，住在里面也是挺舒适的。当然，背后的山体呢也是天然的屏障，也不用担心这些泥石流之类的，因为都是石头山，非常的牢固。而且这边整个一大片呢，在大门口的位置做一个院门，外人呢是没办法进入这个院子里面的。在这边呢，养上一点这个鸡鸭呢，都是可以往山里面散养的。也就是以前这户主人家的一个小碗柜了，现在里面啥也没有。但是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马蜂窝，应该是夏天的时候有马蜂在这边筑了一个巢。从这边走出去啊，就是3间这个砖房了，也没有多大，接近占地面积啊有个6到70个平方左右。以前呢，隔出来很小很小的一间，做了有单独的房门。这个房东说以前小孩子还在这里面睡过的，但是上面的屋顶呢已经是完全的坍塌了，现在也是没办法住人啊，要重新的修缮，重新盖个瓦才能够住人。整栋房子呢是坐西北朝东南，木房子是这个朝向，当然这边的砖房呢是坐北朝南，底下呢就是清水江了，对面呢是一个苗族的寨子，零零散散的有10多户人家，底下的清水江啊，到夏天这个游泳钓鱼都是非常方便的，而且鱼类资源是非常丰富的。背后的这片竹林加上那边的这个山林都是他们家的。刚才我就说了，如果在这边养鸡养鸭，甚至于养点这个羊啊，都是可以往山里面散养的。这边的地都还挺宽的，甚至于从这边啊可以修条小路，直接走到这个清水江边。整栋房子呢现在依然是通水通电，而且这边的水呢是特别丰富，喝的呢也都是山泉水。这一间就是他们家的厨房，接近25个平方左右，都是水泥砖做的砖墙，整个屋顶现在已经是坍塌了，所有的瓦片碎落一地。然后这边有3口这个柴火灶的灶台，很多年没有用了，整个柴火灶里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，还有灌木丛。当然这处位置重新修缮一下，依然是可以做一个厨房的。其实我最喜欢的还就是门前的景色，房子呢闹中取静，距离邻居可以看到也并没多远，也就10来米左右。整个寨子呢没有多大，也就10多20户人家，门口视野特别的开阔，看对面呢秦山团抱，底下就是清水江，其实远远的眺望过去，那边就是花园县的县城，可以看到那一排排的高楼不远处，然后清水江的江面到了冬天水呢是特别平静的。其实我最喜欢这样的景色了，钓钓鱼，去游游泳，然后3、5个好友在这边喝喝茶，想想都是非常的惬意。其实我就在想，像四川的这位大哥这样的粉丝朋友是非常多的，看了我的视频头脑发热，有的人很多都没来到现场，直接就把房子定下来了，生怕呢别人把房子给首先拿走。当时这个视频一拍出来，很多人特别的喜欢，都想把这栋房子拿下来。然后四川的大哥呢，他是找到我，委托我全权来签这个合同，和房东来签的。
他整个我们这么久都没见面，一直都是电话还有微信联系，所以说他现在又委托我来找有缘人。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大家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从城里面到农村来找房子养老，一定要想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，自己的能力有多大，不要头脑发热，真的要冷静去处理，要不然啊，一笔资金投进去，最后达不到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，真的是得不偿失。那这栋房子大家感觉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呢？1.8个究竟贵不贵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